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星期四啊，差不多也有10天没有录视频了。那么很多网友呢给我发邮件啊，因为我有一个邮箱呢，谷歌的这个 Gmail 的邮箱呢是留在联系方式里面的。那么大家关心的问题呢，我今天就录一个视频呢，统一回答一下。那么有的网友呢是关心这个现在移民西班牙怎么样啊？那么有的网友呢是关心，在西班牙待的也不是很满意啊，要不要回去？那么有的网友呢是关心我上个视频所说的投资美股的因为我投资了一只我认为会翻10倍的美股。那么大家就很想知道看我能不能把这个股票告诉大家。那么我今天这个视频呢，就统一回答一下首先呢，我并不是生病了或者发生什么事了主要呢，我不想有这种流量焦虑因为其实我也认识不少就是做这个自媒体特别成功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焦虑就是其实每一个做自媒体的人，他就会有点像这个人生一样的这个过程，就是你人生当中肯定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自媒体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一直在干这件事情的话呢，你有时候，你运气来了，你的流量就会好一点，但是呢，很多人应该说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流量好是自己的能力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运气问题那么但是很多人他就会觉得这是我能力的问题我有这个能力。那么后来他的流量不好了，其实后来流量不好了，这是个大概率的事件因为流量这个东西不可能是每天就给你的因为这个平台肯定是大部分的人他是分水轮流转的，对吧？所以呢，就会产生流量焦虑那对我来讲呢，本来就是做视频首先看这个事情好不好玩，对吧？第二个就是，我自己开不开心吧那如果这2个原因都不行，那么我觉得再搞得自己很焦虑就没有意思所以就是长期以来对这个做视频来讲呢，我都是抱着一种就是实在空下来了，那么我就录几个视频我也不会有任何的什么为这个事情感到分心或者说焦虑之类的所以有时候大家就会看到有时候我会1-2天更新一下，有时候我就10天半月我就更新一下好吧，那么我们言归正传首先就是说这个移民西班牙的这个问题吧。那么其实呢，最近就我身边我看到的回去就从西班牙回到中国的人，其实是很多的就这个数据的比例大概是，就我身边的我差不多看到的应该是10个当中有7个到8个是回去的当然这个不是一瞬间发生的，就他可能就他来了1年、2年、3年那么就回去了。那么前2天还有一个人咨询我因为他其实已经打算回去了，但是呢他还是想听听我的意见。那么我也就很坦诚的跟他说，因为我不会像很多人对吧，说一些什么你再坚持坚持什么熬下去就好了其实熬下去不见得会好你坚持坚持主要是看你的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对吧？那我觉得在这种移民的政策移民的方向上这种大的方面，我看的还是挺准的。因为在去年吧我当时就说全球的移民方向都会向右转由于美国这个川普总统上台那么当时很多人还觉得很好笑说我这个瞎说那么
到今天啊，就连就是当年走线到美国啊，就我看到就是有一些人他是一家人就走线啊，很疯狂到美国，然后呢，他是信誓旦旦，他觉得就是他符合留在美国的这个条件啊，他认为就是什么庇护啊，什么会给他留下来的。然后到了现在，到了今天啊，他们也变得就是没有希望啊，就因为一而再再而三的，就让这些人他都败诉啊，就没有给他们身份。就现在美国是卡得很死很死，就基本上成功率啊，就是百里挑一啊，甚至比这个还要夸张啊。所以就是你要问他，如果当初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是一个在你的预判当中吗？那显然就不是的，就显然当时他们肯定不会这么想的，对吧？他肯定觉得啊，我是可以留在美国，我是可以留下来的，所以他们才会选择这样的这个形式的啊。那么在网上呢，在那2年，就他们去走线的那些年，网上啊对他们还是一种赞扬的声音，什么为了自由啊，为了民主啊，为了什么自由的生活是吧？啊，就给他们啊这种鼓励的声音。那到了现在呢啊，我自己去看了，就都是骂声一片啊，说什么这些偷渡来的人啊，这些违反美国法律的人本身就应该赶走什么啊，反正就差不多全世界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一种方向的转变啊，这个和很多就是我觉得移民人的这种心态是不一样的，因为大部分的移民人都觉得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啊，我是来啊，比如说想留在这里好好生活啊，我只想过得好一点的生活，我只想靠自己努力去工作去生活，这个有什么不对吗？是吧？啊，我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啊，其实我们都是大的就是这种方向下的啊，你是顺势的还是逆势的？就像你在投资对吧？你在股市里面啊，你是顺势的，你是逆势的，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你是逆势的，那你就会很累、很痛苦啊。那么咨询我的西班牙的朋友呢，主要我觉得是几个点啊。一个呢就是，就他来了2-3年吧啊，语言西班牙语还是在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自己没有办法顺利的去跟人沟通。那么这个其实我认为是最致命的啊，因为当就是你没有办法去跟更多人沟通，就你的这个生活啊就会变得很糟糕，对吧？虽然说啊，很多人说我可以找翻译，我可以找什么帮我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日常当中其实你总不能一直不跟人说话，你总要去跟人家交流，对吧？不然的话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时间就像不存在的感觉，就像你永远好像一个幽灵一样的啊，就别人比如说是一个群体是真实的人，你就像一个幽灵啊，你就飘在边上，因为跟你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人关心你，也没有人跟你讲什么你也听不懂，对吧？虽然说啊，就是你还是存在着，但是事实上就是，你好像把自己就包裹在一个结界里面。那这个呢，当然我的语言也不是很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语言的问题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困扰了大多数的人的问题。那么这个语言呢，我觉得你没有5到8年以上，你很难讲得很流利啊。就2到3年，我觉得就是你能搞到B2的水平已经很好了。但是大部分的就是像我们这种中年人，40岁
有的还要有孩子啊，有孩子上什么小学啦这种来的，就更困难了，对吧？因为他一方面要适应新的生活，一方面要分精力照顾孩子，然后孩子在学校里面语言的各种上面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再加上就是消费上的问题啊，因为如果你存款是在比如说100万欧元以上的，那么你的这种就是压力会小一点啊。那如果你只有几十万欧元的，那这个压力你就会很大，对吧？因为这些人呢，当时就大家都看到一个广告啊，比如说什么你有100万的人民币存款还是多少啊，你就可以获得什么欧洲长期居留身份什么。这个有100多万，这只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门槛，只是给你一个来的这个门票，对吧？来了以后你要生活，你要消费的啊，这个生活跟消费，那么长期来讲，它的这个压力也是存在的，因为你长时间的不能够赚钱，对吧？所以说你的这个就是很多的资产的话，你是无所谓的啊。那如果说你只有几十万欧元，就是你只有几百万人民币吧，然后你又语言又不好，然后就是你就会产生一种恶性循环啊，就是你觉得我每个月又花的钱也不少啊，然后我在这儿也没有受到好的生活啊，就这个好的生活并不是说啊，就是说你被亏待了啊，别人欠你的什么，别人不欠你的啊，因为这一切你想来啊什么是你自己的选择，但是呢，就是你在这个语言环境里面，你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就是你要不停的去努力的，因为你是个新人，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那么他就觉得，哎呀，我这搞得那么累啊，我又没有过得很好，然后我还每个月花这么多钱，孩子在学校里面也听不懂啊，也很累，我图什么呢？这个就跟当时他来的他想的啊，其实就跟我前面说的那些有一些走线到美国的一些人，就看他们想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对吧？那么产生了很大的落差。那么一开始呢，就第一年、第二年，很多人还是想啊，可能我刚来啊，我要再努力一下，我要再试一下。到了后面就算了啊。那么咨询我的那个人他也是的，他也就跟我说啊，他说他还有3年就能拿到长居，但是呢，他现在手里的钱呢，也只能够维持这3年了。那么3年拿到长居以后呢，怎么办？对吧？就能不能在这生存下去啊？能不能找到什么工作啊？其实我说这个你也不用问我呀，对吧？就你现在的语言情况，你觉得3年以后你能不能就是讲到很流利，讲到很好啊？然后你的这个5年以后啊，3年以后，就是他一共过了5年嘛，就算你拿到一个长居了，那么就是留在这里啊，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你干一些体力劳动，对吧？就你去什么餐馆啊，去什么这种百元店啊，做一些工作。但是你别忘了，有大量的人正在来的路上啊，就大量的这种年轻的，比你年轻的，你也到3年以后，你也变快50岁了，对吧？就你到了50岁啊，其实50岁在这儿也是不好找工作的，很难的啊。不是说整个社会环境不接受50岁的人啊，就如果你是在欧美人的公司，这没问题，50岁没什么问题啊。就你如果是在 office 里面的，那如果说你是要做体力劳动的工作，哪怕你到这个就是欧美人开的他们的这种酒店里面去工作，50岁也很难。因为我认识一个
英国人啊，那么他也是来这边住了很多年，住了很多年以后呢，那么这几年的这个钱也是越花越少了嘛，对吧？那么他也住在我们这一片，那么他就想去酒店里面工作，因为他是有那个就是大学文凭的啊，那么然后他也参加了一些这个酒店行业的这个硕士什么学习啊，旅游类的吧。但是他找了老半天啊，他说很难，他说找不到啊，就还是因为旅游业啊这个东西适合年轻人，就人家看他年纪也大了啊，所以就他也是很难啊。最后呢，他就到一个幼儿园啊，因为他是英语肯定是英国人是没问题的嘛，因为这边有一些这种就是私立的幼儿园，他到幼儿园里面呢就做一个说是说老师吧，但其实就是就是体力劳动啊，就是你不停的去，比如说这边孩子啊，他要玩这个荡秋千，那他只有2、3岁，那么他就要把这个孩子抱在身上，他就去荡秋千。或者是孩子，比如说要上洗手间啦，要什么换尿布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反正就是他干。那么怎么说呢？反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啊。那么我说你，就算你到了5年以后，你的这个50岁了啊，你拿到了这个长居，但是你依然，就算你找到一个体力劳动的工作吧，对吧？你去掉税收什么，你到手1个月也就1000多欧元，然后你还要养活，就是维持自己的生存，维持孩子的生存。但是前提条件就是现在你把你手里的还有的，就是100多万人民币啊，给用完。那更别提就是万一你语言也没有变好，那未来你找不到工作，对吧？所以就算给你一个什么居留长居，没用的啊，因为最终你能不能生存下来，或者说你过得很好，要不就是你有非常厚的底子家底啊，就是你有花不完的钱，要不就是你解决了生存工作能力的问题，这是一个很综合性的问题。从你的语言，从你的有没有国外认证的学历，还有你的年龄、你的工作能力，以及西班牙本地的经济的情况，还有社会的未来的变化。就像在2027年啊，西班牙的就是局势吧，可能也发生很大的变化啊。针对外来的移民的方面，可能条件各方面应该是朝着更难的方向在发展啊。好吧，反正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啊，我就大概的说一下，我相信应该回答的也比较清楚啊。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网友呢，长期支持我的网友给我发了邮件啊，我看了，那么就说是不是我能把我投资的这个股票告诉大家？那我想告诉大家呢，就是呢，其实股市这个事情的本身的逻辑就是什么？就是我买了股票，然后我希望高价卖给别人，对不对？就是说有人来接手的，就是我卖给你啊，这个就是一个股市的一个逻辑。那么如果我把这个能够我认为翻10倍的股票告诉大家啊，那么这个股票大概率它就翻不了10倍了啊。那么很多人就会说，那你就能不能告诉我一个人啊，其他的人你就别告诉。那问题是大家都是我的观众，就我怎么来选择，对吧？就这个事情的本身啊，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共同去赚钱的一个逻辑
啊，就股市里面本身就是少数人在赚钱，多数人可能就不赚钱，对吧？那么，尤其是这种高成长的这种会涨10倍、涨20倍的股票啊，因为它肯定不是一个已经是巨无霸的公司，那这种公司是涨不了10倍、20倍的，对吧？所以就是不是我不想分享，就我分享给你了或者给他了，那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我们都赚不到钱，就我也赚不到钱，就是其他的人也赚不到钱，甚至还可能亏钱啊。当然了，可能很多人就不认可这个逻辑，但事实上就是这样。但是你像比如说，为什么我说，比如说我以前投资英特尔，我投资耐克，我会讲出来。像英特尔它也翻了5倍，耐克当然现在还没有翻，是吧？但是就是这种股票我就愿意去公布啊，而且大概率你买了呢也不太会亏钱。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股票体量就很大，啊，它翻不了10倍，但是它翻个2、3倍是没问题的，对吧？那么这些股票啊，我依然会分享的，我不会藏私啊，而且我认为它的成功率也是很高的啊。那么至于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去回邮件回给你们？我为什么录这个视频啊？因为很多话也差不多，但是我还要每一个人去回一下，对吧？这个人太多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也有点不好意思，说实在的，因为我也看到啊，就是很多人是长期支持我的，今年就算了啊，今年因为已经是8月份了嘛，明年吧，啊，明年我想在2027年，啊，我要看看我今年的总体的一个收益的情况。如果好的话呢，我觉得明年啊，我可以就是开几个会员吧，啊，当然不是在油管上开什么会员频道啊，就是油管上的视频我永远会是免费的，就是实在啊，就是你们很信任我，然后也很支持我的人，那看看我的自己的能力啊，我觉得可以开设一下，就是1年1年为单位的啊，就是个别的人吧，啊，我觉得这是可以的啊。但今年实在是，时间也不多了啊，然后我个人的这个现在的情况啊，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啊。我这个不是推脱啊，我也是有感而发的。当然了，就是最好对吧？就每个人自己去投资去理财，因为我对投资理财所有的经验我也都分享了，我没有藏私，我都说了，就大家自己去做判断是最好的啊。但是实在如果有些人啊，他就是真的可以说是我的铁杆粉丝吧，是吧？那如果就是你也愿意啊，那我觉得也 OK。那我觉得明年吧，我看看能不能做这件事情啊。哎呀，好吧，也讲了20多分钟了，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